在中国，把刚出厂的新车伪装成二手车的操作，正堂而皇之地席卷全国。2025年，零公里二手车的总量或将高达100万辆，不是1万，不是10万，是100万。这不再是什么灰色地带的小动作，而是一整条看得见的产业链。而你以为的买到便宜好车，可能是车企、经销商和二手车商共同炮制的库存骗局。他们手里拿着返利和补贴，背后却让整个行业彻底塌陷。首先，我们来定义这个让人发指的新词“零公里二手车”，意思是上了牌但基本没开过的新车。它不是别人家退回来的，也不是使用过的，而是厂家自己想甩掉库存，却又不想承认价格崩了，于是悄悄把新车假装成二手车处理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据中国经济观察报与界面新闻的调查，中国出口的新能源二手车中，90%都是零公里车。2024年出口新能源二手车27.2万辆，意味着有超过24.4万辆新车是以二手的身份被卖出去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数据游戏，更是账面美容。业内资深人士根据数据推算，2024年中国的零公里二手车数量可能达到46.34万至85.5万辆。若2025年市场继续增速，这个数字将冲破100万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100万辆新车被装进了二手标签，直接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数据面貌和财务报表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专家王蒙直言，这种操作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潜伏10年以上的老问题。这并不是个别车企的偶发行为，而是整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共同参与的系统性造假。车企为冲销量造假上险，转二手卖出。4S 店为了返利虚假销售，车再收回做二手。二手车商借补贴政策套利，用假车真卖。平台上挂出的准新车，行驶里程0公里，售价二手打折，其实根本就没卖出去过一次。这不只是乱象，这是行业在掩盖真实销量、粉饰营收，甚至涉嫌财务造假。2025年5月，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公开炮轰全国有3-4千家在卖0公里二手车，非常乱。但业内人士直接回怼说少了，全国从事二手车业务的商家多达几十万，几乎都涉足其中。有人可能说，反正车是新的，价格便宜点也没什么。你错了，这种0公里二手车可能价格只比新车便宜3-4万，看上去捡了便宜，实际上你买回去的车保值率更低，因为它不是新车，你再卖就是真正的二手。保修政策、售后服务、金融服务可能都受限制。更严重的是，你成了车企虚假成交数据的一部分，帮他们美化了财报，掩盖了经营困境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一个正在疯狂扭曲的市场。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，多家车企现金流已经干涸。北汽蓝谷负2.36亿元，长安汽车负35.01亿元，赛力斯负76.3亿元，广汽集团负112.1亿元。新车卖不出去，资金链断裂在即，怎么办？制造虚假销量，获得银行贷款、投资者信任、政府补贴，甚至是向股东讲故事。0公里二手车就是他们的隐秘法宝。厂商考核靠销量，经销商要活命，就要完成 KPI。但有些滞销车型死活卖不出去，于是他们选择自己买自己，用消费者的身份证注册，再退回来重新卖。这样操作之后，厂商以为你完成了销量，经销商拿到返点，消费者买到了一辆贴了便宜价签的假二手车。传统二手车越来越难做，车源不好收，消费者价格又敏感。但0公里二手车不用收车，不用验车，不用翻新，
从 4S 店成批拿货，直接上线卖，甚至利用国家补贴机制低价卖新车，暗中打返利。以10万元以下的新能源小车为例，吉利星愿、奔腾小马、50 mini 几乎都可以通过假二手模式被低价清出。这背后不仅是市场秩序的坍塌，更是对普通消费者的掠夺。你以为你买的是车，其实你只是一个合格的账面数据。你以为便宜，实际上你是市场失灵的受害者。而在这种价格失真、信用崩坏、数据造假的环境里，真正受伤的不是车企，也不是经销商，是整个中国汽车产业的根基。这场0公里二手车风暴，不仅击碎了消费者对所谓二手车价格合理的幻想，更是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危机：这个国家的车市正在用谎言维持繁荣的幻觉。数据显示，中国2025年一季度的新能源乘用车产量为267万辆，同比增长28%。可你以为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销量？错了。越来越多的新车在出厂那一刻就注定不是为了上路，而是为了上账。他们被上牌、被过户、被洗白，然后披着二手车的外衣，悄然出现在交易平台。这种操作为何盛行？背后藏着的是中国制造业增长放缓后的焦虑，是企业现金流持续下滑后的挣扎。你以为这只是二手车商的小伎俩？不，它是整个汽车行业集体合谋的合法性欺诈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一季度国内乘用车终端零售同比增长仅为 1.6%， 远低于此前数年的2位数增长。真实需求的冷却是所有参与者心知肚明的真相。于是，虚假繁荣成了不得不继续维持的泡影。这条0公里二手车灰产链的利益结构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。上游的车企靠它来走账，中游的经销商靠它来冲返利，下游的二手车商靠它来赚差价，甚至一些消费者也在参与这场补贴套利的博弈。这是一个全民共谋的舞台，每一个链条的人都知道它不对，但都不愿停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揭穿，所有人都会死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赛力斯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 76.3 亿元，广汽集团高达负 112.1 亿元。这是实打实的钱在流失。而车企需要靠销量来获得更多贷款、补贴、市场信心。于是，新车变旧车，库存变销量，滞销变热卖，一个由数据和制度编织的造假宇宙就此形成。谁敢第一个跳出来不玩？那么董事会、股价、融资渠道就会第一个把你埋了。比亚迪不是第一个掀起价格战的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但它是第一个把价格战打到如此自残地步的。2025年5月，比亚迪海豹混动版降价高达 34%， 起售价从 15.58 万元直接跳水至 10.28 万元。一辆车4万元的利润空间直接砍掉，这不是促销，是赔本赚吆喝，是用自断手脚的方式博求活路。据中国汽车报5月数据，中国汽车行业整体平均利润率已降至 3.2%， 而2020年时，这一数据还维持在 8% 以上。为什么不惜血本？因为销量神话不能停，一旦停下，股市会抛弃你，供应链会断裂，海外订单会撤单，地方政府也不再给你融资支持。这不是商业逻辑，这是一场国家层面的结构性焦虑。有人说，中国车卖不出去可以出口，尤其是新能源。听起来很有希望，不是吗？但数据给了我们狠狠一击。根据中国海关数据，2024年出口的新能源二手车达 27.2 万辆，其中 90% 是0公里二手车，也就是根本没上路过的新车，被包装成二手车甩到国外。
你以为是走向国际？错，那是走向自我切割。在欧美国家，这种注册为二手车再出口的手法会被判定为价格欺诈、逃避关税，甚至被制裁。而中国这么做，只是为了回笼现金、刷出口数据。于是，我们看到另一种荒诞：新车先上牌，再注销，然后再出口当便宜货。没有消费者，创造一个假消费者，完成闭环。国家补贴加出口退税加假销售数据等于纸上繁荣。这不是市场，这是一场行为艺术。零公里二手车不过是一个缩影。它背后是企业想骗政府，政府想骗投资人，投资人想骗市场，市场再来围猎百姓的现实。所有人都知道谎言，但所有人都不敢喊皇帝没穿衣服。如果中国的产业繁荣建立在谎言之上，那么它终将一夜垮塌。因为泡沫再怎么吹也是泡沫，再怎么伪装也是空的。